在美国的华人房东请注意了，每年冬天都有可能会犯的这些错误。冬天的节假日很多，看起来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但是实际上，在这些寒冷的月份里面，所有的华人房东都需要注意以下重要的维护任务，以保持房子处在最佳的状态。在冬季的时候，随着日子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冷，天越来越黑，人们就很想躲在家里面，在春天之前忘记所有的家务和户外的琐事。但是冬天不是可以放松的时候，在淡季的期间有很多维护的工作要处理的。以下是房主冬天可能会犯的11个错误：不要重新安排能源计划。对于家庭能源效率的不了解，可能会以更高的水电费的形式让房东付出代价。通过致电公用事业提供上安排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能源计划，可以节省出很多钱。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说法，通过能源计划建议的升级，美国人通常可以在冬季节省5%到30%。不收拾院子里面的落叶，即使草坪看起来呈棕色，而且处于休眠的状态，但是在冬季，根系仍然会进行大量的活动，让落叶留在草坪上，会使草坪窒息，并且导致霉菌生长。这样反过来又会杀死草坪。春天到了，就得花大价钱去弥补了。把柴火堆得太靠近房子了。木材是为户外的虫子创造了一个舒适的栖息地。如果柴火堆得离房子太靠近的话，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虫子有可能会爬进房子里面。务必将这些柴火堆放在距离外墙6英尺以上的地方，并且将这些柴火放在有管状钢或者经过压力处理的木材制成的架子上面，不要直接放在地面上。不保护户外植物，冬天对鹿和菊齿动物的天然食物来源变得更少，因此小动物会转而在花园里面寻找食物。用粗麻布或者是金属丝网包裹灌木，以保护植物免受小动物的侵害。不覆盖或者保护户外的水龙头，冬季一定要在水龙头上面放一个室外的水龙头盖，以防止冷空气渗入你的房子里面，并且用泡沫的绝缘包裹所有的外部管道，以防止它们冻结。最近的席卷北美的暴风雪，更是让大家知道了保护室外水龙头的重要性，不让阳光照进来。不要整个冬季都拉上窗帘，在白天有阳光的时候打开窗帘，让热量进来，并且在黄昏的时候关上窗帘，以隔绝寒冷，可以让房子保持自然的温暖。没有清理房顶的冰柱，虽然房檐上的冰柱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如果冰柱破裂掉下来，会对房屋的门廊、人行道，甚至对身体造成伤害。冰柱也可能是称为冰坝的更大问题的征兆。当冰雪在排水沟内聚集并溢出来的时候，从而防止水从屋顶排出，冰坝就会导致房屋内部渗漏和屋顶的损坏。所有这些问题的修复成本都很高。为了防止冰柱和冰坝，一定要清理排水沟，在阁楼和外墙上面安装额外的绝缘材料，并且考虑安装加热和排水沟电缆。不加湿室内空气。住在夏季炎热的地区的人们，通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不是热，而是湿热。这句话背后有一些科学的依据。
潮湿的空气让我们感觉比实际的温度显示得更热，冬天也是如此。潮湿的空气感觉更暖和，所以开一个加湿器会奇迹般的增加家里的热感。因为它消除了干燥的空气，加湿器还有助于防止皮肤干燥、脱皮，舒缓喉咙痛和敏感的鼻道，减少静电，并且防止损坏室内木材和家具。不设置可编程恒温器。大多数人对温度控制采取设置好后就不再管的程度，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可能会花费大笔资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可编程的恒温器，这样可以合情合理的节约一部分的能源。用热水给汽车挡风玻璃除冰，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是错误的。当上班迟到，并且汽车挡风玻璃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块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拿一锅热水浇在挡风玻璃上，以为这样可以立即的融化冰块。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这样做了。因为热水和冰之间的温差会使挡风玻璃破裂或者是破碎，需要进行昂贵的紧急维修。可以改用刮冰器、商业除冰喷雾或者外用酒精清除冰块，并且购买便宜的挡风玻璃罩，以完全解决问题。停电的期间，千万不要在室内使用户外的设备，因为这些设备会释放一氧化碳和其他有毒的气体。如果在封闭的区域使用这些设备，可能会导致头晕、昏厥，甚至死亡。冬季的暴风雪经常会带来电力的问题。每当停电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在家里放置室外的煤油加热器、丙烷烤架或者发电机到室内来取暖。但是请一定要慎重的使用，这些设备会释放一氧化碳和其他的有毒气体。作为房主，在冬季到来之前，许多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需要在冬天之前逐一的检查和完成。屋顶需要适当的修理，以迎接冬天的雪。排水槽就是从屋顶收集雨水和雪水，然后沿着管道排放到地面。应该仔细的检查排水的系统，确保没有堵塞。户外的水龙头要排空，以免温度下降到0度以后水管爆裂。烟囱和壁炉如果堵塞的话，雪水会透过烟囱的裂缝渗入到屋内。一定要清理火炉及烟囱，确保壁炉能够畅通无阻的正常的燃烧。定期的检查暖气的系统的过滤网、加湿器和空气的清洁系统。暖气的系统一般都可以分区调节温度，一些不常用到的地方可以调低温度，这样可以节省大约15%以上的暖气。为了减少暖气的流失，换掉单层的玻璃窗，改用双层的玻璃窗，加厚的墙身和保暖的物料，窗门用适当的胶条密封填好等等。就算你把房屋空置，你也不能把暖气系统关闭。如果室内低于摄氏0度，家中的水喉、暖气系统、自动洒水系统都很有可能结冰，从而爆破，使整个房屋淹水。为了节省电费而蒙上不必要的损失，那就是因小失大，很不值得。大部分的美国房主都习惯在冬天往车路上和人行道上撒盐。如果车道和行人道上面有裂缝，盐粒只会令缝隙增大，形成坑洞，凹凸不平。可以试一试在路面扫些防水层，修补裂缝和洞隙，这样可以延长道路的寿命。
细检查门窗上的积冰和冷空气渗透的情况。如果有空气泄漏，请在制造商指定的时间用密封条或者可拆卸的密封剂来密封，然后修理并且更换弹簧。经过一个夏天的风吹雨打和阳光暴晒，窗户上的一些封条开始松动，甚至开始脱落，窗框之间的缝隙变得更加的明显。如果你不想更换整套的窗户，你可以购买透明的挡风层，叫做窗户绝缘体套件。与几千元的更换费用相比，这个费用包只需要20到30元。处理窗户的缝隙的漏风也不是问题。另外，如果玻璃窗的密封条脱落，可以再单独购买到像牙膏一样挤压用的密封胶来重新密封，这样就不怕会白白浪费暖气。另外，为增加窗户的保温效果，不妨考虑在窗框上面再贴一层保温效果。检查阁楼是否有霜冻堆积，屋顶是否有冰坝和冰柱，并且确保连接到排气扇的每个管道都有隔热和蒸汽的屏障，并通向室外。记得屋顶上的漏水迹象，以及底板的接缝或者分离的迹象，并且及时的修复，确保其具有正当的隔热和通风。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您，请转发给有需要的人。感谢支持，欢迎订阅。